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果子。在这次影片中，我们来聊聊北欧神话中的战神。在一般大众的认知中，索尔应该比较符合所谓的战神形象，对吧？他可是雷神呢。在大部分的神话中，雷神都是扮演一些战斗力比较强的角色，但在北欧神话中的雷神则不完全是这样。事实上，北欧神话中的战神其实另有其人。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呢？那就是提尔。他有着怎么样的故事？我们又可以从他的故事中学习到怎么样的精神，以及得到怎么样的启发呢？那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吧。故事得先从这里说起。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被视为神界的霍根洛基整天在外风流。有一次，他和一个女巨人共度春宵之后呢，便有了3个私生子，分别是魔狼芬里尔、死亡女神海拉，还有一条叫耶梦加德的毒蛇。洛基一看，天哪，没有一个上得了台面的，同时又怕自己被以前捉弄过的众神取笑，于是便没有把他们带回阿斯加。但洛基也没有抛弃他们，还是有交给女巨人抚养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这3个孩子的成长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而且一顽皮起来，连女巨人也无法控制，于是很快就无力抚养他们。这时，坐在宝座上看着世界的奥丁注意到了这3个孩子，这一看就陷入了沉思，开始担心起本性邪恶的他们日后恐怕会为巨人国效力，于是便立马赶到了约顿海姆，带走了他们。接着奥丁就开始为他们安排工作，不让他们有作乱的机会。首先，奥丁看到了人间终日游荡的幽灵，于是便任命相对理智的海拉来管理亡灵。接着，奥丁一把抓起毒蛇耶梦加德丢进了海里，并用法术把它封印在那里。而意外的是，耶梦加德反而很喜欢这样，在海里他过得很快活，整天吞噬海里的鱼类，并越长越大，很快就占据了海底的根基，这导致他只要一活动，便地动山摇，巨浪滚滚。而魔狼芬里尔因为看起来比较可爱，则被留在阿斯加。奥丁试图将他给驯服，并为众神服务。但问题来了，众神在见识过芬里尔的野性后，纷纷都退避三舍。此时，只有勇敢的提尔愿意站出来，一肩扛起这个责任，主动喂养着他，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芬里尔的主人。随着日子过去，芬里尔的体型越来越大，而且越来越凶猛。他时常在夜里对着胆小的月神玛尼发出凄厉的嚎叫，把月神吓得脸色苍白。众神也十分讨厌芬里尔肆无忌惮的咆哮，于是便偷偷商议该如何处置他。碍于洛基的情面，他们不会杀了芬里尔，但一致认为应该把他囚禁起来，以免他长大后惹出无法挽回的祸事。于是众神找到了手艺精良的黑矮人，定做了一条极其坚固的铁链。众神拿着铁链就找到了芬里尔，并开始说：“你不是常说自己力气很大吗？但我们觉得你肯定无法挣脱这条铁链。”芬里尔似乎对自己的力量很有信心，于是便让众神用铁链锁住自己。没想到才用了一点力，铁链就断了。怕得要死的众神只好连连夸赞芬里尔的神力，来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烦恼。然而，黑矮人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，为了展现族人的实力，只好专门为芬里尔量身打造一条绳子——格莱普尼尔，意思是纠缠者。这条捆绑索是由6种极为罕见的原料制成，分别是猫的脚步声、女人的胡须、山的根基、熊的肌腱、鱼的呼吸，还有鸟的唾液。这些材料做出来的绳子看似柔软纤细，实则坚韧无比。但也因为这条绳子用完了这些罕见的材料，从此世界上也就不存在这些东西了。而黑矮人因为对众神的不满，总是喜欢在作品上施加诅咒。这条绳子也不例外，它将在诸神黄昏来临时断裂。众神在得到这根魔绳后，将芬里尔引到了一个岛上，并利用激将法试图让芬里尔自己套上去。但生性狡猾多疑的他还是有察觉到什么不对，但也说不上来。此时众神开始嘲笑芬里尔的胆小，这鄙视的气氛让芬里尔觉得很不服气，冲动开始涌上心头。但不得不说，芬里尔真的很小心，他害怕这绳子套上后将会发生不好的事情，于是便告诉诸神：你们要我套上可以，但如果我无法挣脱，你们一定要为我解开，而且你们之中必须有人愿意将手臂放入我的口中做担保，以证明你们不是存心陷害我。要是没人敢把手放进我的嘴里，那就说明你们心里肯定有鬼。此时局势立马反转，刚刚还是众神在嘲笑芬里尔，现在反倒没有人愿意勇敢的把手给伸出来。这时提尔站了出来，自愿把右手伸进了芬里尔口中。看到提尔伸手作保，
芬里尔才不再怀疑，任由众神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。结果绳结一打好，他不仅没能挣脱，反而还越缠越紧。看着众神脸上诡异的微笑，这才知道自己中了圈套。理所当然，他也马上翻脸，一口就把提尔的手臂给咬断了。看着狂怒的魔狼芬里尔，众神马上合力将法绳的另一端绑上巨石，然后把一把长剑插在他口中，撑住上下颚，使芬里尔的巨口再也无法咬合。就这样，提尔成了北欧的独臂战神。他为了众神的利益，奉献了自己的一条手臂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战斗力。他仍可依靠剩下的独臂灵活地斩妖除魔，而芬里尔则一直被法绳束缚住，永远无法脱身。直到诸神黄昏的号角吹响时，这充满怨气的魔狼才会再次降临。想当初，提尔还没失去一只手臂的时候呢，他可是一位手持双刀的战神，跟很多神明的兵器一样。他的武器都是由黑矮人打造的，不仅威力巨大，还散发着强烈的能量。而所有的神器其实都拥有自我的意识，他们会自己去挑选主人。但在提尔的手臂被咬断之后呢，其中一把刀就变得派不上用场了。于是提尔便把其中一把刀传送到人间，并留下讯息，得到这把刀的人将在战场上战无不胜。这把刀后来被人间的祭司深藏在神殿中看守着，但有一天这把刀竟然失窃了，于是祭司们只好去找一位资深的先知请教，向他打听圣刀的下落。结果得到的答案竟是这把刀已经流落到了世人手中，安宁的日子结束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无论谁得到了这把圣刀，在人间都将过上无敌的日子。但是所向披靡的能力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那就是最后必死于这把刀之下。但祭司们似乎还想知道更多关于圣刀的去向，例如被谁拿走啦，拿去做什么啦，为什么要拿啦。但无论祭司们怎么询问，先知都不再说任何一个字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圣刀的踪影竟然出现在了罗马帝国的军营中。有一个叫做维特里乌斯的人，是日耳曼行省总督，他当时在军营里参加一个庆功宴会，此时有一位神秘人就将这把刀给了他，并说他可以带领他迈向人生巅峰。虽然维特里乌斯这个人嘛，没什么军事指挥的能力，但却非常懂得笼络人心，常和士兵和军官打成一片，因此大家也都很拥戴他，并为他效力。之后果真在这把刀的帮助之下，莫名其妙的就当上了皇帝。他登上帝位之后呢，一如既往的拉着部下和他一起吃喝玩乐，但没想到屁股都还没坐热，就传来叛军正向的罗马城进攻，准备推翻他。于是维特里乌斯就赶快去把他的宝刀给找出来，但糟糕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的宝刀被别人给调包了。顿时失去靠山的他，心中只剩下惶恐与不安，连率军对抗的勇气也都没了，从而变成一个胆小怕事、贪生怕死的懦夫。他本来想说，好啦，不然我退位，这样总可以免我一死吧。但当他宣布准备辞去皇帝之位时，却被群情激愤的臣民骂回了宫。就这样，一边是随时准备取他性命的大军，一边是给予他庞大压力的臣民。一时之间，维特里乌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乖乖躲在皇宫，不敢出来。但愤怒的罗马市民哪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他们冲进皇宫，将维特里乌斯拖到了宫门口。就是这个混乱的时刻，预言实现了。这个胆小的皇帝被偷到的禁卫兵打倒在地，然后被保镖砍掉了头。之后，由于圣刀在手，这个士兵成了战场的常胜军，但他并没有选择更进一步登上皇位，而是回到老家隐居哦，因为他害怕预言应验，并从此不再使用这把刀了，将其深埋在地下。从此，他对宝刀的秘密守口如瓶，只是死前也从未提及这把刀的下落。曾有人诚心的向他请教宝刀的所在，但他只说宝刀会自己选择主人，你找不到它，代表他没有选择你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得到的越多，失去的也就越多。许多年过去了，又有铁蹄再次踏及此地，这次又是谁呢？号称上帝之鞭的阿提拉率领匈奴大军征服了这片土地。某天他在巡逻领土的时候呢，马儿突然发出一声惨叫，马蹄被不明的利器所伤，于是阿提拉随即命人在周遭翻找土地，才发现了一把长刀的刀尖露了出来，反射的刺眼光束令人不寒而栗。阿提拉亲自上前挖掘，才让提尔的刀刃再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此后数年，阿提拉带着这把宝刀身经百战，无往不利，把半个罗马帝国都置于自己的版图中。在建立了匈牙利国后，阿提拉才开始进入极度成功后的疲软期。他厌倦了战争，开始在布达佩斯享受起了宫廷生活的乐趣。结果在新婚之夜，他的妻子趁他酒后熟睡时，用这把宝刀砍下了他的首级后自杀。于是这个关于权力、
诱惑与死亡的预言又再一次得到了应验。这2位死于宝刀下的人物都确实存在于历史上，但究竟这提尔的宝刀是不是他们创造辉煌一生，然后又戛然而止背后的原因，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。提尔为了保护神族的安全，牺牲了他的一只手臂，因此提尔也代表一个现实，有时为了生存和安康，流血牺牲是必要的。这则故事告诉我们，痛苦往往是成长和新的可能性出现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。无论这痛苦是内在或外在，是自己或别人引起的，都是一样。然而在卢恩符文中，提尔有着自己专属的群组，里面的8个卢恩符文提供的是信心。提尔除了战士的原型外，也有审判者、保护者、复仇者的原型能量。这8个卢恩符文能帮助你面对最具威胁性的敌人和情境，因为他们具有无私和牺牲的本质。提尔从来不会为了战斗而战斗，相反的，他知道为了保护这美好的世界，秩序是必要的。如果换作是现今的世界，提尔会比较像是执法人员、立法者、法官的存在。有趣的是，在漫威电影中，提尔的许多战士特质都被加到了索尔身上。事实上，索尔在北欧神话中其实比较像是掌管农渔业的神祇，而提尔才是真正的战神。但身为电影制作者，为了符合剧情需要，对所有的描写自由挥洒，这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好了，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，不要忘记按喜欢或分享。想看到更多相关内容，可以订阅我以及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